眼前的这名8岁少年已经有3年出家经验。肯拉普5岁时梦见自己前世是一名喇嘛，于是自幼便出家进入寺庙。这是位于喜马拉雅山麦赞斯卡山谷中的一座寺庙。为了记录这些僧侣的生活方式，导演玛丽安在当地生活7年，学会了他们的语言。在这茫茫雪山中，孩子们一早就要起来做早课。年长的僧人负责教授哲学课程。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它们。孩子们不懂，但即使是囫囵吞枣，日复一日总能悟透。学习之余，孩子们需要解决自己的日常起居，拾柴烧火。肯拉普娴熟的不像一名8岁的小孩，同龄人的嬉戏打闹在他眼里是不成熟的儿童行径。肯拉普叔叔也是寺庙的僧人，他正一边听着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，一边准备食物。他告诉导演发生在肯拉普身上近乎神迹的经历：前一世在一次外出时和同伴掉队，被雪崩卷走；这一世出生在斯金村，才有了肯拉普。少年僧侣最多的功课就是辩经，这种扯着嗓门像吵架的方式，就是他们学习了解万物、对世界建立认知的途径。当问起肯拉普他是否愿意一辈子居住在寺庙，他毫不犹豫地肯定回答，同时围着白塔转圈，表明着自己的决心，时而朝着空旷的山谷喊话。他能听见大山的回复。小僧人们每天都要从河谷的冰河边搜集干柴，崎岖的山路上稍不留意就会摔倒，一路还需要爬上拦路的山崖，这也是日常的一种历练。庙里不缺水，据说自2000年前，山泉水就从崖壁上汩汩流下。一名少年患上了流行性腮腺炎，双颊肿大，跟一旁的僧人脸颊有的一拼，成了年长僧人逗笑的对象。僧人们以面食为主，一顿要煮上1大桶，用食物喂寒鸦是僧人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。寺庙戒律森严，不能饮酒、说谎、偷窃，一生都需要不停为众生祈福。对于僧侣们来说，去过西藏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。肯拉普叔叔的叔叔就曾去过西藏，回来后指定他的一切都不能卖掉，要传承给肯拉普。叔侄相传，这便是僧侣中的传承之道。对于世间万物，他们有自己的看法。当讨论起柳树是否有自己的思维，他们认为柳树的叶子晚上会封闭，柳树也要睡觉，去掉树皮树会死掉，所以柳树也是有思维的。因为寺庙偏僻，道路险峻，20多年间他们从未停止过修路，从而让寺庙和村庄通畅连接起来。寺庙每年需要固定走访村庄，几人一组去到村里为村民们祈祷。每到这时，寺庙中的僧人全员出动，斯金村的僧侣们也来到了村里。13岁的内娜迎接了来村里的僧人们，他们每年进行一次这样的仪式，祈祷庄稼丰收，牲畜无恙。发生在肯拉普身上的事情，也成了村民们口中脍炙人口的谈资。据说前世的亲人见到肯拉普痛哭流涕，但实际上照顾起弟弟还有些手忙脚乱，大哭的弟弟让他有些手足无措，和小伙伴玩耍时才真正像个小孩子。但在短暂的祈祷结束后，他便又要返回寺庙，因为被传染，肯拉普患上了腮腺炎，疼得满眼含泪。好在寺庙有药，不至于影响太大。4天后，他们又要启程返回寺庙。零下30多度的气温加上高海拔的紫外线，让这一路愈加艰难。当问起离家是否会有些不舍，稚嫩的脸庞肯定的回答：此时我相信他心底还是一个纯真的孩子。陡峭的雪坡需要小心翼翼，这对普通人来说心惊胆战的险路，他却表现得风轻云淡。他告诉摄影师，让心坚强起来，告诉自己不会摔倒，他就不会再害怕。此时前往村庄祈祷的其他僧侣也陆续返回，对他们来说，寺庙就是他们的家，他们的禅房温暖舒适，祈祷学习能让他们心灵充实。才离开几天，寺庙已经被积雪覆盖，他们又忙碌着清理积雪，守护着他们心中这片净土。